好，我们来解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。今天 LeetCode 的问题是1400题，所谓的 Construct K Palindrome Strings 这个又是所谓的回文问题。那它这里的问题是说，它给一个字串 S，然后再给一个整数 K 这个整数当然应该是大于等于零。它就是做一个判断true 的话就是说，我可以使用它里面所有的字元，在 S 当中的字元去建造 K 个回文palindrome strings 那也就是说这些字元呢，当然要通用完如果可以的话就返回 true。如果不行的话，当然就是 false。那我们看一下，这里的例题，好，所以这边的例题，我们先看，第一个，它这边的 S 呢是 A N N A B E L L E，所以我们要做的事情，当然就是先去统计它，不同字元有几个那这边的话，像 A 的话有2个 ，B 有1个，N 有2个 ，E 有2个 ，L 有2个，所以它基本上它所谓奇数的字元出现次数呢，只有1次所以这个当然是可以的这里当然是可以的。而且它这个 S 的长度当然又是长于2，所以这也不会太短的问题。然后它这边的解释是说，你可以考虑前面的这4个字元，它确实是一个回文，后面再稍微把这里呢，稍微再把它重整一下，它也会变成一个回文，那以此类推。那我们再看第二个例子，我们看呢 K 是等于3那这边 L 1个，E 有3个 ，T 1个 ，C 也是1个。O 也是1个，所以基本上它这里所有的字元出现的次数都是奇数嘛，那总共出现次数当然是大于3嘛，大于3当然是不可能所以从这里观察我们大概就知道了。那我们再看第3个例子K 等于4嘛，那你就分4个嘛，这当然是必然成立的。它这边的 constraint，S 的长度最长可以到10万，那只有小写的英文字母 K 呢是1到10万之间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我们大概怎么解这样的一个问题。好，那我们看这边的说明。基本上我们当然可以照LeetCode他给的 hints 那你照他的提示去解，大概一下就解出来了。基本上其实主要就是这样一个观察，就是所谓的 palindrome string 它如果是偶数长度的这样的一个回文字串的话，那它所有当中出现的字元，不同字元当然一定是偶数次。那如果是奇数长度的话，那基本上大部分也都是偶数次当中也只有1个是奇数次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观察那透过这样观察，我们大概就知道怎么去解。就是说，如果我们这个 N 代表的是这个字串 S 的长度如果它够长的话实际上来讲，它只要是 N 大于等于 K，
我们其实只要去考虑它出现字母是奇数次的次数是多少啊？它如果是小于等于 k， 当然就是 true 啊。如果大于的话啊，当然就是 false 啊。所以我们这边呢，就照这样的一个提示，这样的一个思路啊来去做啊。这边当然这 approach 啊。那我们先看我们用这边 Python n 呢，当然就是先考虑就是 s 的长度，然后我们很快的一个判断嘛，如果 n 太短了，这个时候当然就不可能形成 k 个回文。好，再来，我们这边 approach 3呢，因为我们还采用的是 Python 啊，所以我们这边的话，我们就用所谓的布林阵列的方式。这边的话，我们都先设为 false， 总共是有26个字母。好，然后呢，我们让回圈跑一次啊，回圈呢当然是针对 s 这个字串，所以 c 呢是它当中的一个字元。好，所以我们的 frequency 在 ORD 作用在 C， 然后减掉97是小 a 的 ASCII code， 跟1去做互斥或 exclusio 啊，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。好，再来，其实再来就是 return，所以我们的 frequency， 我们只要去数它当中是 true 的部分 ，true 的话就代表它那个 frequency 是在那边的值确实是奇数啊，它是不是小于等于 k？ 如果是小于等于 k， 当然就是 true， 否则的话就 false。好，那我们 run 一次。好，这3个例子都正确。那我们 submit 看看。好，基本上它是正确的哦，虽然不是很快，但是也是 OK。那我们 C++ 的做法，我们也看一遍。好，基本上跟左边的这个 approach 是完全是一致的。好，那我们让它 run 一次 ，submit。好，确实0毫秒。